你会做这个动作了，你要把这个动作做得多深入，跟做得多有威力，那个是以后的事，那是以后的事情啊，以后看你要干什么嘛，是不是？啊，那你要去参加那个推力比赛，那你就把它练强一点。你要去参加打擂台，那你就把一些东西练得深入一点。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在揣摩这个东西，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学问，晓得吗？练武就是用自己的身体为工具，同时自己的身体也是目标。好，就我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因为越练就练的时间长，日子长了以后，就开始不知道怎么去分配那个练习时间，因为我觉得身体越来越累。对。我不知道老师以前的经验是怎样，就是怎么分配自己练习的时间。以前我的经验不一定给你们做参考，因为我是有特殊机缘嘛。我就说我当兵20年的时间，我当兵20年是没有带兵，我就是下班就走，我的工作做完就是我的时间。然后我有很多时间啊，比方讲我在外语学校半年啊，我在空军那个学校半年啊，我在学校当教官当了3年啊，这些时间我自己的时间都很多。然后我到交通大学旁听这4年我根本听不懂，那4年我都没上课，然后就是练拳啊。所以我个人这个方面，而且我太太很好啊，我是结婚前就跟太太约法三章了嘛。写作第一，练拳第二，你第三，好不好？就这样子啊。所以我是比较特殊的，我有我的机缘。但是后来呢？后来我教你们的东西，我为什么教这些东西，而不是一上来教你们套路什么？因为这些东西的练习，它不分时间跟地点。像你这个换掌试试，你有空你练1遍也可以，把它练对，练1遍有1遍的效果了。啊，我练你们这些东西，你去操控，学着操控你的任何一个关节，这些全都是练。不要把练看成什么？看成是我一定要下去一个时间穿一定的衣服，然后我一定要练出一身汗，让自己很累才叫练，不是的。我们现在练武啊，你们现在啊，我给你们一个观念建议一下，这个时代练武哈，跟你去读那个古文一样，你去读诗啊词啊，你去读骈体文啊，你去读这些东西，不是要你去写诗写词写骈体文，是揣摩，晓得吗？是揣摩古人之意，揣摩以前的人他怎么去表达他的思想，跟当时他是怎么想的，他对人事对天地对这些东西他是怎么想的，我们是去揣摩这个。练武也是一样，现在的练武，我认为不是你要去苦练，让自己练成一个霸王，练成一个多大的功力，不是，是去揣摩。是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的东西，前人设计出这样的东西来，这样使用身体，让我们揣摩什么？揣摩他怎么使用这个身体，他为达到这个目的，他这个身体要怎么用，然后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用？目的是这个，所以你的目的如果是这个的话，你的练习就不受时间地点的任何的控制。我的意思是说，我有时候抓不紧自己要练到多累，因为我不用累啊，就会睡很久。不用累啊，不是以累来做评断，是你有没有心得，你有没有心得来评断。你把自己操得很累，你是一直在重复做不对的动作，你也会很累啊。我们不是要这个，我刚才讲要揣摩，晓得吗？揣摩的当中，我们了解古人这个东西的设计，了解到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结构，跟我们的身体怎么去使用它，揣摩这个啊，所以重点在这里，你揣摩到了，你就会做了，你会做这个动作了，
你要把这个动作做得多深入，跟做得多有威力，那个是以后的事，那是以后的事情啊，以后看你要干什么嘛，是不是？啊，那你要去参加那个推力比赛，那你就把它练强一点。你要去参加打擂台，那你就把一些东西练得深入一点。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在揣摩这个东西，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学问，晓得吗？练武就是用自己的身体为工具，同时自己的身体也是目标。所以练武术，练中国这些武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身体是我们的探讨的工具，也是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它是合一的，了解吗？所以不要去把自己操得很累，你生活里面你该做的事情还要做。你就算是洗碗，在家里有洗碗吧，你站在那边嘛，你要站什么步啊？你是不是把筋撑起来了？你洗碗是用放松的方式，你用腰来洗，还是用手腕啊，用手肘啊，用什么？生活里面每一个动作你都可以拆分开啊，这样不懂？好，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讲练，所以我讲我们是习武嘛，我们不是练拳，我们是习武。什么叫习武？习武跟练拳有什么差别？练拳是练那个拳，把拳当成一个练习的目标，把这个拳练好。我把这个拳练得很有威力啊，我把这个拳练得很漂亮，那个是练拳，人去练拳嘛。习武不是，习武从来贵族他习武是要明白武里面这个道理。他是用武来探究道理。武为什么可以探究道理？因为武里面研究的东西就是力嘛，就是势，就是这个势。习武要明白的就是这个势，因为天地间的运动脱离不开这个势。势就是运动前产生的那个要运动的那个 momentum。然后从开始动了以后，那个势是怎么走的，势是怎么产生的，势是怎么流动的，势是怎么变化的。我们研究的是这个。所以以前的领导人一定要练武，他不是说我要练得很强，不行，你领导人再强也比不过那个兵，比不过那个武长，比不过你的先锋，是不是这样子？他不是要弄那个，他是要明白道理。他明白道理了以后，你看为什么那些领导人他很多兵器，戚继光为什么可以发明出那个弦，那个对付那个武士刀的那个兵器？因为他明理呀，因为他明理嘛，他们明理的，他们就可以创造出很多东西来。那诸葛亮那个木牛流马那些东西，说他怎么可以懂这么多东西？因为他掌握到那个基本的那个理了。他掌握到那个理了以后，他就可以创造出很多跨领域的，创造出很多东西来。以前这些人习武是要学的是这个，我们今天要习武也是要学这个，不是去把拳练得多漂亮、多好、多有力量，不是的。因为你现在，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混乱的环境，你可以那样练。我们现在不是，我们是要练成掌握那个基本原理原则的那种人，这种人才可以当领导人。所以技术性的人，技术官僚不能当领导人，他当领导人就完蛋，因为他只懂他那个方向的嘛。所以你明白这些东西的人才可以当真正的领导人，他明白底下的所有技术性的东西，他明白那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习武的心来练习，这样不懂？所以你任何一个动作，你要去揣摩它。换场试试里面的东西，我讲保持到张力，怎么保持到张力？我为什么保持不住这个张力？在张力之中活动。要怎么活动，这些都是理呀。
是不是？这些都是身体运作的理。我不是要你们练出来一拳能打多少磅，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所以我对于我学任何东西，包括我学打鼓啊、钢琴啊、萨克斯风啊这些东西，我对任何东西啊，我一看这个东西是你勤练就会的，我没兴趣，因为那是技术，是不是？技术你勤练你就会了。我笨，人家练100遍会，我练1000遍嘛，我一样会嘛。这种东西，你除非是特别需要，你的职业需要或什么需要，你可以勤练来让会。可是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怎么讲？没有太大投入时间去掌握它的那个价值，因为技术一脱离它的范围，这个价值就没有用了。那我要从这些里面去找它那个道理，我要去学它的那个里面的理。我们所有的学习都应该比较高层次的学习，就是掌握那个理，而不是把那个技术练得很熟练，晓得吗？技术练得很熟练，你比别人多练10000遍，你是从89分到90分而已嘛，跟跑步一样嘛，你增加0.01秒，你要练很久嘛，那种是技术。我们练拳、练中国武术不是练技术，好吗？所以我希望你们练对，每个动作练对，因为你练对了，那个理才对。如果追求应用，你追求什么？你那个东西是错的，你的知识是错的，你使用的方式是错的。你虽然达到了那个效果，可是你的这个前面这个东西认知是错的，你得到的理就是错的。看不懂？所以不要把自己练得那么累，晓得吗？你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是不是？你还有你的家要顾，你还有很多要顾。我们练拳不要对别人有帮助了，知道吗？就是起码我们出来，你花时间出来嘛，像你们比较没有这个，像有家的或什么，你出来这段时间下午的时间，你家里的事情是谁在做？带孩子是谁在带？你太太啊。所以我们出来有时候会造成别人的负担，是不是增加别人的负担嘛？所以我们练的东西要对这个人，对这个帮助我们的这个人要有益，要有帮助。所以我们练的东西要对别人有帮助才行，尤其是身边的人，对他们有帮助才是对的。不能说我们要干什么造成别人就牺牲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习任何东西的一个态度了除非你不要结婚，你不要成家，否则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造成另外一方的牺牲嘛，对不对？所以我跟我太太结婚前就讲好，然后我后面练出来，后面大半时间要对我太太做补偿，是不是？因为他牺牲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样子，不能说这是我喜欢的我就做了，我是理所当然的，不行的，你后面有人在为你的这个东西在做牺牲，我们一定要认知到这个，晓得吗？所以我不太赞成人去玩什么极限运动或者登阿尔卑斯山把腿锯掉把那个脚趾头锯掉这都是很不负责任的，你锯掉了以后，由谁来顾你？你绑住了另外一个人的人生嘛，是不是？除非你自己，这个风险是大家都知道嘛，你自己存好钱了，
然后我说我腿锯掉了，我到养老院或者按什么请人，我有钱让别人来帮我。然后其他的家人、孩子啊、太太啊什么，他们要发展他们的人生，他们有那个自由去发展他的人生啊。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爱好或什么，让别人做那么大的牺牲的，是吧？哎，这我觉得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些想法了，这样不懂？哎，我们练的东西要对我们有帮助才行，对别人有帮助才行。好，还有问题吗？刚刚你说提裆，因为我们之前有练习很多这个裆针嘛，想拉起来。对。今天你说是用小腹拉裆起来，所以每次都是用小腹拉裆起来。不是，小腹可以把裆提起来，因为它是离裆比较近的嘛，离会阴离裆比较近的，所以当我的小腹一提的时候，下面就提起来，这是逐渐往上抽，看不懂？哎，本来是这样提起来的吗？不是，这是我们在做调息的时候这样做，因为我从上面往下抽，我在调息的时候我就把底下的气或者底下能量慢慢往上拉到上面来。这样的话，本来是怎么样提起来的？本来你是用，比方讲我的裆一撑，底下的筋一撑，裆就起来了嘛。那个时候是由底下往上推，可是能量这个东西啊，因为重力嘛，一个能量你要从底下拉到上面，很不容易，所以你从底下往上推，它常常推不到你要的那个地方去，底下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够往上推到那个地方。所以当我要能量起来的时候，比较有效的方式是什么？从上面往下拉，一层一层往拉，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你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使用的方式就不一样。还有问题吗？我想请问，像以刚刚换老师是现在练掌力的这个阶段，练完觉得软像按摩过那样的感觉？对啊，很舒服的软嘛。就对，像被人家按完那种。对。可是这样有需要去分辨说它是肌肉的松还是筋的松？它一定是筋的松才有延伸到肌肉的松。你去给别人按摩，大部分的按摩是挤压，它会造成跟你的身体怎么讲切面的挤压。可是这种的练法它不是，它是顺着你的肌肉跟筋骨的那个延伸的舒展，所以跟那种按摩的挤压的那个松是不一样的，晓得吗？你去体会一下，按摩如果是那种挤压的按摩，你按摩完你会感觉松，可是你没有流动感。你这个练完，你感觉松，你的身体有流动感，觉得那个连结好像会更清楚一点。对，还有问题吗？我这个问题，上次我们就这个头稳定平衡，头没有动是身体动。我想问一下，我们想头动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处理？哪里带？哪里带啊？看你要怎样动啊？像我们想闪一个东西。对啊。我们用哪里带？如果说闪的，比方讲我们练过那个八卦的空手夺刀嘛。第一式你还有印象吗？对，就是说我这个刀啊，你在这边哈，我这个刀啊，我拿一个刀嘛，我拦腰砍，我拦腰一砍的时候啊，它要马上的一落，身体一落，然后身体变斜的，把这让开，从我的刀下面过，这个时候你又来了，道具组的，就我从这边砍的是，你看他要这样做，
你沉的还不够快，要马上一沉，这个时候就是从腰以上到头全部让开。我如果削脖子呢，削脖子一沉，它让的范围就是这样子。所以身体圈对，所以这个头的移动，你不能去用头这样子移动啊，它还是靠你的身体去搬动它。我可以用骨盆就好像跷跷板一样吗？看你的需要嘛。OK。看你的需要嘛。可是我如果是动你的头，你那样子的话就太慢了，太远了。OK。太慢了。明白。听不懂？哎。所以还是用身体带比较多一点。看用什么部位带。因为你不可能这样子嘛，你不会这样子嘛，这样子也很，我们一般动比方讲这样，我要移动，还是用身法，用身法步伐嘛，这样移动，听不懂？他是元帅，他是 commander。OK。你不能让 commander 这样子，听不懂？明白。哎，好，还有问题吗？问一下，船长跟其他动作，他们是不是一个会来一个出去，或者前面的让我把后面的拉进来？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动作实际上是有张力了以后，是一个动作。就我说，你有张力以后，动作只有一，没有二，在一个张力上面做，而不是1、2。听不懂？你有张力的时候，那个张力在你这个两个手之间，它是一个圈嘛，这调打也很正常啊。调打真正在做调打是调打嘛？就是这个部分。对啊，可是真正在用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用啊。真正在用的时候，调打，挑跟打是一只手，调打，调，你这个打嘛，我打完了是不是？打，挑就是这个打在挑，打，然后直接挑，而不是打完了以后回来用这个挑，不是的，打就挑。所以所有的动作都是什么？都是以力量为主，不是以动作为主。所以要去研究这个，晓得吗？动作是由力量产生出来的。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好，那去练，轻松练轻松练，不要练那么累你肌肉绷得太紧了，所以你会消耗太多的力量，去把不必要的力量全部丢掉。你去研究做这个动作，我做这个动作哪些控制是需要的，哪些控制是不需要的，就去找关节。我讲的动作只是改变关节的角度而已控制关节不需要很多力量。就像刚才我问那个，就是很多人会说，你说形意拳他就前手不留就直接过来，其实根本就是主要就是力量有没有对循环就好，跟你的身法没什么关系。没关系嘛，那你有时候我也是需要在这边做动作。对啊，你那个前手的力，你只要前手的力一出，后手的力就在了。所以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嘛，看不懂？所以你们在练八掌拳那个穿掌的时候，你们练拳的时候练是1、2、
1、2嘛，是不是？可是真正不是啊，真正是8，只有1啊。所以你这个过来再一翻，啪，只有1啊，就不是1、2啦，晓得吗？1、2没有，1、2没有用，你是一个力，是啪一个力啊。它才会第二个动作就对，啊，好吧，好了。